好，我们看现在国泰航空的事件哦，在我们台湾形容词叫做延上啊，就是延烧当中哦。那这其实蔡英文，这个自由时报下的标，其实蔡英文惹了一些争议哦。那所以国泰航空的行政总裁啊露面，现在第4度道歉啦。他当时就是讲说，如果你不会说毛毯的英文，你就不能拥有它。然后这3名空姐的这个对话被这个乘客给录了下来，引发了这一次的风波。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累积下来，这个行政总裁已经4度出来道歉了。昨天晚间是第3度，然后到了对不起，23号晚间是第3度，24号的中午是第4度的道歉，而且都是用普通话来道歉哦。不要出来还在讲英文的话，恐怕也会引起更大的这个反感哦。那所以他这样讲说，他会亲自领导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做出全面的检讨，重新审视公司服务的流程、人员培训还有相关的制度哦。那连这个香港特区的这个政府官员也都讲说，非常痛心这个机组人员的不当言论，要求国泰航空要改善服务。本来就是以客为尊啊，甚至我还看到很多的国外的网友也在讨论这件事情，都是英文在留言啊。他就讲说，如果你是要服务那个地区的旅客的话，你不会讲那个地区的语言，或者是那个国家的语言，这其实是显示你的不专业。他们并不觉得英文就是比较高人一等哦。所以我看到很多国外的网友，大家也是就事论事，讲得很公允哦。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有很多陆陆续续很多过去搭过国泰航空的一些乘客都开始爆发出来，以前曾经有不好的一些经验哦，就说空服员好像只对白人献殷勤，态度上面是蛮冷漠的，所以好像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就是搭国泰你就是先练几句英文吧，不然国泰航空的空服人员就很冷漠啊，然后态度也都是这样子一如往常啊，甚至还讲说对白人的时候讲话就是另外一个态度哦，所以他说感谢有人让国泰航空可以反省来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甚至现在网络上面还有很多微博也好啊，今日头条大家就开始在起底国泰航空哦，就说你70%的营收来自中国，你可以这样子吗？你可以这样对待中国大陆的一些旅客，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吗？趾高气扬的。2022年你的财报当中，香港、台湾、中国整体的营收占了你大概67.51%哦，所以很多大陆的网友在讲说，你吃中国饭还要砸中国的碗，那谁买你的账嘛？所以微博上面还有人晒出这样的一个照片，说，这个飞机没有坐满，他在5月24号搭着香港到成都的航班哦，飞机没有坐满，可是人到了之后，就是那个空姐哦，就是空服员挨个的问说要不要毛毯，要不要毛毯，就拿着毛毯一个一个来问啦，展现诚意哦，想要来弥补一下。可是另一方面又有人生气了。为什么呢？是他们的国泰航空的工会哦，就讲说，对于空服员面对众多不实的指控感到痛心哦。然后服务指引列明可以要求删除未经同意下被拍摄的内容，言下之意，他是在检讨那个拍摄的旅客，就说，你是不可以这样拍摄我们空服人员的对话哦。这样的一个态度出来，又引发了众怒，又有新一波的一个讨论啊，就说，你国泰航空哦，原来你的工会是死性不改啊，你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这件事情才持续在延烧当中。那崇洋媚外这种感受啊，就直接反映在它的股价，昨天就跌了2.5%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的官媒《人民日报》的这个微博公众号也在讲说，这样子一个崇洋媚外的文化，应该国泰你要出拳来整顿呐。那难道宝马的事件没有学到教训吗？当初宝马也是类似的这种状况，外国人可以拿冰淇淋，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他明明是买家，他不能拿到冰淇淋，然后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就导致了 BMW 的股价下跌哦，蒸发了30亿欧元，相当于台币1000亿元，可以买大概5亿个冰淇淋，可以请中国大陆1/3的人吃冰淇淋了。所以这样的事件，你还没有学到教训吗？显然是不是要通盘的来开始这个企业要对于自己的这个公司文化要做一些相关的检讨？那再来我们讲一下美光事件哦。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要封杀美光，就是这个相对应的回应嘛，你美国要制裁我，我也可以制裁你啊。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跟这个美国的知名记者，这个 AP 的记者马修里的这个对话，我们就再来看一下。If you guys ban or seek to ban a Chinese company from doing, from conducting business here or overseas, why shouldn't they be allowed to do the same thing?
I will say that we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Huawei and the use of Huawei technology. That's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But China's allowed to hav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too. They are, but as I said, they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y're open for business and said there would be a transparent. Well, you made clear that you're open for business too. They have said they would have a transparent.好，就在这个事件之后呢，你看这个发言人被问的支支吾吾的，然后白宫就赶快上皮也出来讲同样的话，就讲说啊，这个中国应该你要开放市场啊，要透明监管框架。人家在想说，那就是你们的双标是言行并没有差别嘛，就都是双标，只有你美国可以，然后别人不行。那这个马修里其实很有来头哦，之前气球事件的时候，就是他也是问的这个美国的发言人，然后讲说。那你说有39个国家讲这个有被监视，那不就代表美国我们自己也监视人家吗？我们来听一下。Yeah. No, can we stay on the balloon? Yeah. Sure. So since you just said it, 40 countries bought condoms. What other countries? Matt, we released a number today, but we did not release the countries. I know. Well, I'm asking you. Which other countries? I am not in a position to release the countries. Of course, these countries are free to speak to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should they choose to do so. Do they know? We are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countries that we are not having with you. Sorry to say. Did any of these other 39 countries come to you and say, "Hey, the same thing has happened to us"? I'm just not going to go into our private diplomatic. And that suggests that, in fact, you guys are conducting exactly the same kind of surveillance over these countries that you're accusing the Chinese of doing over yours. Matt, that is. How do you know? 尴尬了 ，How do you know？ 你不监视人家怎么知道的呢？所以这就是他每次都是用一个同样标准嘛。你美国要这样子去衡量人家，那是不是你代表美国你也经得起这个标准的衡量？更不要说当时孟晚舟事件哦，当时孟晚舟事件就是中国大陆也是对于这个家国的前外交官啊，也是这个拘捕起来，然后他同样也是讲说，前加拿大的外交官被拘，你怎么看呢？当时国务院的发言人讲说，我们深表关切，然后要敦促中国大陆停止这样的行为哦。然后马修里在讲说，那你不敦促加拿大停止这个行为吗？加拿大就可以这样子，把这个孟晚舟拘捕起来嘛？然后就讲的这个副发言人就在那边讲说，哎呀，你去问别人吧。所以现在是不是美国的记者都已经看不过去美国的双标了呢？首先我们问一下郑源哥，宝马事件跟国泰事件有本质上的差别啦。宝马事件第一个它的会场呢，并不是 BMW 自己公司的，它是外包给会展产业的，所以员工不是他的，冰淇淋不是他安排的，活动不是他规划的，那所以他会无妄之灾哈。但是中国人也蛮理性的啦哈，因为也并没有影响到宝马的这个销售量或者其他的任何方面哈。那虽然表面上看好像宝马的股票价格哈，就在4月20号那一天好像跌了4.33%，可是不要忘记啊，隔了5天以后，它站上历史高点。高达已经卖到了多少？每股价格已经到达了差不多108块，整整涨了8%哦，所以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比起它今年的1月份呢，才80几块哦，那欧元那已经差太多了，已经涨翻了哦。所以这个宝马事件跟国泰事件不一样，国泰事件是员工是自己的，然后工会又讲说这个是他们服务指引的一部分，我都搞不懂。不过因为 香港一直在不只是说崇洋媚外啊，应该说殖民地文化，因为是在英国人的统治底下被驯化出来的一种思考方式哈。因为以前我曾经在香港短期工作过，我就发现到哈，讲英文的哈是社会的第一上层，那再来讲日语的是第2层，那第3层是讲广东话的。 那最下面那一层是讲国语跟普通话，而且讲国语跟普通话又分成几个等级啊。第1等啊，华人啊是东南亚的啊，会讲一点东南亚腔的普通话。那再来啊，就是台湾人啊，台湾讲第2级，那大陆人第3级。我在当时是有发现这种特殊情形。那这可能是因为英国统治底下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那才会在整个人口的底层都有这种现象。所以国泰工会并没有检讨自己的员工的失误。 反而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流程来不对，讲的有的没有的。不过国泰航空公司的高层有发现到这个问题，要道歉。那同时也把这些人做了一个人事上的调整哈，
也应该深入的去检讨这个文化内部的教育怎么去改善过来。他因为一定是对英语有一种比较莫名其妙留着那种比较高尚的那种态度哈，所以才会有这种反应啊，这样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就是要检讨改善哈。那至于美国的发言人是不是品质越来越差了，连这个都应付不了，被马修里把那个另外一个马修啊，同样也是马修米勒哈，马修里问马修米勒，马修米勒这样被问倒了，也表示你美国的政策是矛盾的，你是双标的。那美国的媒体人当然会针这个东西这个质询你，就是故意跟你出洋相。所以我是觉得美国政策已经走到一个矛盾而且需要改变的时刻。如果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大。对，被马修里好好修理了一顿。那马修里，赖老师，我觉得郑兄对于香港的居民提出被驯化出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可悲的为什么？因为被驯化出来的人，他自己不知觉。他已经变成被驯化的人，他不自觉，他已经失去了独立自主的人格，他已经失去了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人格特质，他却认为他应该要去崇尚这些讲英语的人，那讲英语的人就是他的主子，就是他的老板，就是他一生要去追求的对象。可是他忘了他自己本身不是讲英语的人，他的母语不是讲英语的人。那讲英语的人是不是就一定会比他高级您到法国去看看，您讲英语到法国去看看，会不会比较高级绝对连点菜都不让我点，绝对不会比他高级。其实这并不代表法语就比他高级，不代表。而是你不尊重当地的国的语言，你要到法语去，你就用他的语言。如果你不能使用他的语言，你可以跟他先沟通说，我不会使用你的语言。那所以你一开口就应该要尊重你自己国家的语言，你的母语。所以你到法国去，你可以用中文来跟他点菜。他说我听不懂，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我也不会讲这个法语，我可不可以使用你懂的语言？那你要看对方他懂哪一种语言，因为在法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学英文，靠近德国人他学德文，靠近意大利的他学意大利文，靠近西班牙的他学西班牙语，那以目前来讲，中文确实在法语成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语言。所谓的比较有优势的，不是说大部分人都在学中文，而是学中文你会有加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语言，所以学中文在你考高考、申请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方面，因为这比较不好学。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会讲英文了以后就觉得高人一等。坦白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讲2句话就要夹带1句英文，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台湾很多的，像我在我们家，我们的孩子他们一般都通晓，除了自己母语以外，我家的孩子都会通晓2国的外国语言。但是我们在家里面跟孩子沟通，我们绝对都只用母语。我想这是一个基本对自己语言的喜好跟自己语言的尊重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在基本上来说的话，夹杂外语，坦白说会让人家觉得反而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化品质的人。好，来问一下玉芳委员。这个香港是一个蛮特殊的地方。我记得我大概是20多年前去香港，第一次去，我就觉得很无聊，因为我觉得香港怎么都是就是街道很热闹这样而已。突然间看到有人在那边卖甘蔗，你知道，卖红甘蔗、削甘蔗，2、3个人在排队。那我也去排队，我想买一根来看，因为天气很热，我是乡下人嘛，对，所以就觉得这个有一点小时候的味道这样。我跟你讲，排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大概买多长怎么样？跟他讲，他不理我，他叫我后面人，就跟后面人讲广东话，然后就继续卖别人。他不卖我，我就问他说：“我排队为什么你不卖我甘蔗？”他说：“唐人不是讲唐话。”用广东话给我讲，我会听一点广东话了。唐人呐，你是唐人，你却不会讲
唐话，他意思说你是广东话，广东人就是唐人，是真正的汉人。哦，讲的话，广东话就真正的汉人讲的话，他叫你用唐话客家话跟嘛。他说，是不是？我听了我就笑笑，就用广东几句脏话我就走骂了。后来我发现，就香港就是说，他们那些人就是基本上都跟你讲英文，那中下阶层人就跟你讲广东话。讲广东话。好，所以你不会讲广东话，你又不会讲英文的话，那你到香港真的是会非常辛苦。可这种情形其实也改了，因为台湾很多观光客，东南亚很多华人的观光客也都到了香港，大陆观光客更去，而且狂扫货。大陆百货公司，什么爱马仕啊，什么他一次可以买10几20个，我们都看过很多这种照片。他就那么一个个丢叠起来，他全部都要了。所以后来他们也慢慢也在改。他们也开始店员也开始在讲国语这样子，就是他们所谓普通话。其实你讲说法国，我也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百货公司，不管在法国还是伦敦，都有人店员一看就是东方人的脸孔，对，而且跟你讲国语，跟你讲所谓的普通话。所以我跟你讲，顾客永远是对的啦。对，我如果香港人也会慢慢在改变了因为香港人，你知道他们认为他们高人一等，我们看到是殖民地。以前在英国占领期间，他们是殖民地，可他们觉得说我们是最富庶的一个岛屿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我们讲广东话我们公开场合呢，中高阶的人士呢就讲英文所以我们好像有点跟你们不太一样你们都来我们这边观光，太有那种骄傲感了。这个慢慢都会改变的啦。虽然改变的速度不是很快，但外人看香港当然不爽你们了不起就是二毛子嘛。你们又不是真正的英国人，对不对？你只不过英国的殖民地而已你干嘛那么骄傲，那么了不起所以这次大陆人会有很多的反弹的原因在这里。我们是顾客，而且你们这些是黄皮肤的，你怎么变成像二毛子来教训我们呢？这个是不好的。对。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我们现在看中美的对话是不是开始有一些端倪出现了呢？首先看到了这个谢峰在这个当地时间23号飞抵美国旅行。那再来，王文涛随后也传出赴美的消息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5号的时候，王文涛会跟这个雷蒙多会举行相关的会谈，这也是拜登任内两国首次在华盛顿来举行部长级的一个会晤不过我们要特别来讲一个点，这一次呢，谢峰去到了美国。你看毛宁出来讲了一番话，他说希望美方为谢峰大使的履职提供支持和便利我有特别查一下，上回秦刚去的时候氛围不太像现在这么严肃秦刚那时候是讲说期待在这国家接下来的时光，那时候出来讲话的人是华春莹华春莹就说祝大使一切顺利。当时大家的感觉上面好像比较和睦一点，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但是现在毛宁的话再加上这个谢欣讲我是为了中国利益而去，其实可以看出来这现在有紧张的氛围在后头。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其实在23号也登场了，就是中美的政党对话，也是说要共同来寻求这个和平共处，不搞对抗冲突那另外呢，美国可能跟中国商务是可以谈的，军事上面想谈的话还有待观察，因为毕竟现在你们也没有撤掉这个李尚福的相关制裁嘛。那美国的印太司令他就出来讲说，冲突的代价太高随时准备与中国的军方要来见面，对他来说沟通非常重要因为他一再要求跟中国的军方进行交谈，但是都没有获得相关的这个批准。那目前风险已经非常的高冲突代价也是太高了，所以他们还是很渴望赶快跟这个李尚福可能有相关的一些对话。那美国他们现在自己可能也在踩刹车陆陆续续看到有相关的消息，包含了雪曼，还有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中国组负责人华自强，他也即将要卸任在雪曼之后他也表达了要辞职的一个意向还有呢这个美国驻青他们其实之前他其实是低调有去到了这个京沪访问完中国大陆就即将要下台吗？那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出来，是不是代表说美国不再那么鹰派了，所以鹰派的人纷纷退休。当时雪曼离开就讲说是因为那个密件里面透露出来，可能现在是不是国务院这个内部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了，不想要在那么样的对于中国大陆都是采取这个鹰派或是制裁的方式。那这样子新的一个这个谢峰抵达这个抵达这个美国，能够为中美的关系开启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迹象嘛？因为现在目前中美关系最乐观的解冻情况，只是关系停止继续恶化。因为双方的这个螺旋式的下降，如果能够停下来的话，这样的降幅可能对于世界最大2个经济体发生冲突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所以就是继续观察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王文涛的对话当中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端倪。那再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乌克兰呢，是不是打算放生了？因为前2天应该是前2周啦，那时候克里姆林宫被无人机袭击的时候呢，当时有讲说可能是这个俄罗斯自导自演不是吗？结果美国现在讲可能是乌克兰呢，他现在打算把事情通通都甩给乌克兰了吗？还有北溪的爆炸事件，我们是终于看到了德国媒体的发声，因为德国媒体一直都很低调，现在德国媒体讲说迹象也指向了乌克兰。还有呢，这个是不是有乌方企图这个破坏小组入侵了俄国的领土？乌克兰虽然是赶紧否认，可是看起来很多的迹象，现在是不是打算要可歌可泣了呢？美国打算要不管乌克兰了吗？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中美关系很多的迹象都是在慢慢解冻，尤其是在耶伦讲说中国应该对于美国的债务问题负起局部的责任，他说这是对世界金融稳定会有贡献的应该有的义务。可讲话没多久以后，中国就开始买进美国的美债，不再卖出，所以净买进，也就是表示2方面尝试在互动。那春暖花未开，虽然花园继续挖，但什么时候开出特大的花还不太确定。但是有个迹象上一次的秦刚这个派到美国担任大使的时候，行前没有人帮他饯行就现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特别谢峰启程之前帮他招待他饯行，什么时候美国人这么有礼貌当然有求于中国嘛。然后上一次秦刚到了美国的时候，冷冷清清。这次谢峰到美国的时候，这么小官员排一堆出来迎接，很明显的这是在美国想要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冷淡的时期。那中国呢，也就下围棋式的这种某种配合，但是也不能够太乐观因为现在王文涛部长跟雷蒙多部长展开会谈，那是很具体要去面对的。虽然我们也提到说中美的政党对话应该是第13届，而且是视讯会议。所谓的政党对话就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2党都有一些智库啦、学者啦这个出席这个会议。那中国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共产党跟其他的民主党派的一些学者专家或者地方政府啦部会的一些专家出席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会。那2方面都说要和平共处不搞对抗。那问题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对抗冲突该怎么收拾？该怎么处理？正在进行的对抗跟冲突不收拾不处理的话，和平共处还像一个挖不到坑的花，很麻烦那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这是个部很重要，就经常对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党交往的那他也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去表达政党对话的一个立场但没有错啦，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美冲突双方面的代价都非常大，尤其是军事冲突。那这美国印太司令员这个阿圭尼诺有时候很喜欢讲大话，他讲说，他要积极备战，而且备战的话希望能够打赢胜仗。可是越方面讲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可能负担不起要追求和平，话都他一个人讲的但是美国国防部长一直没有办法跟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接上话，里面的关键是因为美国急需跟中国沟通，因为美国的这个军机军舰整天在中国的海岸附近晃来晃去，所以他要找中国沟通。就像中国的军机跟军舰如果在美国海岸晃来晃去，他要找美国沟通，怕擦枪走火。那为什么要让鹰派当道呢？因为雪曼是鹰派，那是不是你们请这鹰派人离开，准备转向呢？可能要再观察个几个礼拜。
好，来问赖老师。两国的商务部的部长还没见面啊，今天啊，应该明天啊，台湾的时间就要见面了。那还没有见面前，大陆已经释放出讯息了，就关税要取消，啊，各种制裁要取消。那这个其实是跟美国人谈，就是如果你要我们履行啊，我在特朗普时代所签订的这个2-3千亿美元的这个协定的话，你就必须把之后你所加设过来的这些都要取消，至少要取消大半，那我就会兑现一部分。我想这个是彼此之间在较量，因为选举越来越接近了。对于拜登的政府来说的话，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只是公债的问题，政府的这个支出的问题，还有经济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对拜登的选举不见得是有利。而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原来的那一套方法已经证明是无效，不一定错误，但是无效。无效你也可以说就是错误啊。那一套方法就是薛曼他们的这一个系统所建构起来的，认为对于中国大陆以打台湾牌，猛打台独牌，猛打台湾牌，掏空一个中国内涵，一直给中国大陆来一个极限施压，他最后就会妥协，就会让利。结果中国大陆非但没有妥协，没有让利，而且呢，让你越打台湾牌，你本身受伤就越重。那因此，美国一直在加码，大陆也一直在加码，大家彼此之间层层的、叠叠的一直加码，加到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在不断的加码中，他走他自己的路，他做他自己的事，所以大陆的经济看起来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相对来讲，美国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中国在国际之间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受影响，还一直在扩大，而美国在国际间的影响力开始受到萎缩了，越来越小。我们最明显的看到就是欧盟离它越来越远了，啊，我们也看到了，连它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安格鲁萨克逊族的一个美国重大的伙伴，就是澳大利亚，也开始保持一点距离了。那澳大利亚原本是紧跟着美国的，现在的距离就有点拉开了。纽西兰还是维持它的暧昧不明的，所以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他现在只剩下日本这个半白人啊，他还是紧跟着美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没什么作用啊，这个可有可无的啊，那个会拍照的时候故意半蹲的啊，这位杜鲁多啊，还有一个就是奇奇怪怪的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他忘了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还有什么位置啊，所以他讲话也没有人在理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想美国要不要改变？我觉得美国在改变了。好，来问玉芳委员。我想最主要是要选举了啦。那对拜登来讲啊，也要创造一些业绩出来，因为美国的农业州啊是中西部这一带是很多的，而且不只有在中西部，那玉米、小麦、大麦、牛肉、猪肉很多，农产品很多。那他总是要对这些农人要照顾他们啊。那现在关系闹这么僵，那中国大陆原来承诺要买的很多东西，他根本没有办法买。他说，因为受疫情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买。所以这个他一定要合理，而且美国人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商业的民主啦，他就是要赚钱。那这个呢，双方的关系搞得这么僵啦，就不利于赚钱了。你像美光，中国大陆现在就不买美光产品，这对选举的冲击是什么？大老板们要捐政治现金的时候，手就会比较软，就这样就不太想捐给你啊。所以像华尔街那些人是不主张中美关系闹这么坏的，对，因为这些人是跟投资这些有关，他们赚了金融的钱，投资这些就其中他们要赚的钱的其中一项。所以这样弄下去，中国大陆偏偏又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市场，14亿人口的市场，所以这个都要跟金主们做一些交代，然后对这些农民们这些要做一些交代，所以他不能把战争的气氛搞得好像很浓这样。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的手段就是我军事上真正不是来对峙、对你嚇阻，但我真正要把你伤得很重的，那就是半导体，那就是高科技。那在这方面，中国大陆是不会松手了。所以他不仅不卖成品，不卖技术给中国大陆，他连荷兰
都叫你不要买这个设备给他们。像日本也答应了美国，他技术也不卖给中国大陆，所以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就让中国大陆的科技啊没有原地踏步，没有办法向前走，走也走不太远，就所有高科技对你完全封锁。美国领悟了很久以后，终于觉得说这一套应该是最有效的。那中国大陆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封锁，那真的要花很大的一个劲了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在这边可以对付得了你，我其他地方我就可以跟你和解啊，甚至军事上的对峙都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他认为我真正要对付你的战场，而且对我美国最有利的战场就在高科技。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专家林玉芳，大家好。好，立刻来看一下这个现在蓝绿的选战都定调说要扫黑哦。侯友宜提到了，他说呢，现在目前扫黑打诈还有恢复特侦组，这是他的专业啊。那赖清德同样也是在讲说要坚持改革黑金，用最高的标准来回应社会。那真的是最高标准吗？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说现在台南这一边目前这个郭在清的一些相关的案子哦，污染台南16个案子，那结果呢罚不到30万元，等于说平均一个案子才罚了14600元，这叫做最高的标准吗？更不用说以前赖清德讲的话常常都在跳票，他可能含泪跟你讲的一番话，结果后来自己也忘了。我们说的是什么事？这是当时呢吴乃仁跟这个洪启昌哦，他讲说他用他的政治生命来保他们2个人的清白。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初赖清德是怎么讲。我也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来保证他们的清白。你讲你用政治生命保证清白，今麦要你去关啊？你的政治生命是什么？种无罪啊，你嘛爱辞职啊？好，你辞职，我马上辞职。你有要为红基冲无罪辞职？赶快啊！你的政治生命有罪。对，就是往事不堪回首啊！结果他后来也没辞职啊，人家现在还要出来选总统啦。那后来我们看到这吴乃仁就被判刑了9个月嘛，赖清德你也没下台啊，那你之前还有跳票什么呢？你不是说什么要支持什么阿扁这个除罪嘛？结果现在绝口不提啊。然后以前是讲台独啊，现在那边讲说不用谈论台独啦，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呀。那这就是赖清德嘛。那所以你还期待啥呢？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民进党逢中就压起来哦，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军中的一个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地图哦，就说连中国大陆的领土都上面标注了中华民国，吴欣岱就跳脚，就说这个秋海棠根本应该是这个中国的领土啊，怎么会写着中华民国呢？然后呢，网友就回应说，这其实是根据宪法哦，所以这个军中的目前用的地图可能还是比较根据宪法当时的一个这个时空背景而写啊。他说，难道你现在连这个自己的这个军人都要怀疑吗？那其实民团反而更怀疑的是民进党的政府，因为现在是不是有可能要重演太阳花？民团就在讲说啊，台美贸易协定应该一样要送立院审查呀。你当时太阳花不就这样子主张吗？这服贸不要黑箱嘛，所以应该要送到立院来审查。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太有信心啊。就算送立院又怎样呢？现在过半都是民进党啊，你送了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一种大家的无力感哦。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保证哦，他说这个军售案啊。F-16V 现在遭遇到复杂的这个开发挑战哦。他说原定今年初要交付的首批战机哦，美方已经告知了，然后首批的这个交机时程要延到2025年之后。那美国空军最新的说法，这个延档因为遭遇到复杂的开发挑战哦，所以比起先前因为是疫情哦，这影响了供应链的问题更麻烦。其实你反过来再看这件事情，就是他上次告诉你的借口是疫情啦，他现在告诉你说现在很复杂啦，就是他只是换了一个借口告诉你。总之就是没有要给你啦，你这样反过来看你就更明白了。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国防部是讲说这个2026年会全数交机，大家也是听一听，然后等着2026看看真实状况是如何吧。还有这个 F-16V 的这个软体研发延迟，他说大概是113年的第3季会出厂。那邱国正呢，今天也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大实话。
他讲什么？他说台海的战场已经没有前后方了。以前大家会讲说，可能前线啊，然后什么歼敌于滩头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话语。现在没有，现在全台湾可能都是战场了，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要打巷战，家家户户发 AK 嘛，然后那个派出所要放刺针嘛，所以已经没有分前后方了。他说应该要尽量避战，因为一旦开打，真的会很惨，没有前后方之分，也可能没有男女之分啊，全民皆兵，这就是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个状况。那台湾一旦有事，谁会揽事呢？纽时是在讲哦，现在美国这个曝光出来说，中国大陆的骇客攻击关岛的通讯哦，因为这是纽时讲说，现在关岛通讯能力如果遭到中方切断的话，会严重影响到美国应对台海的危机，甚至呢还有讲这个美国的500架的军机10天之内会介入台海战争。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就呛下，就说怎么飞来，会不会有去无回呢？这白宫智库你这样子讲啊，战略跟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说，台海开战，美国会有500架军机10天之内赶往。那中国大陆的军事专栏讲说，请问你军机怎么来？飞来之后落在哪里？来了之后会不会有来无回呢？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侯友宜的专业就是打压黑道、扫除犯罪，所以他主张恢复特侦组呢，可以对立法委员呢、对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副总统进行调查，这是个正确的方向。相对的，赖清德这一点他做不到哦，不只是说他以前做不到，现在未来都做不到。因为你让他去调查蔡英文跟蔡英文旁边的英系人马，他怎么敢做啊？他绝对不敢做。连那个郭在清哦，他给他的罚款都罚得一丝一丝交代过去了，更何况是蔡英文旁边的人，要调查高端吗？啊，要调查这些其他的口罩吗？那可调查的项目可多了啊。至于这个赖清德讲说他的政治生命啊为赌注，不要忘记，他最近的口号叫"信赖台湾"，赖要念英文哦，叫流行信 LIE 哦，信赖台湾。那你这样信赖台湾，他就可以说谎了嘛，吼。那所以不要去介意他讲什么东西。那吴欣岱讲这个秋海棠上地图的标示有问题，我也同意有道理。所以何妨国防部可以在中华民国那个大陆地要写个大陆地区，在台湾都要写个中华民国台湾地区。那如果吴欣岱说更符合现状，那就更要改很多人名字。蔡英文不应该叫中华民国总统，应该叫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总统。那吴欣岱想要选立法委员嘛，也要叫什么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立法委员，这样比较清楚嘛。也符合宪法的规定，也符合这个他所讲的地图。要转型正义就转个彻底，不要转了一半。那你们哪一天有能力改成台湾共和国再说嘛。如果没有能力就算了，好不好？那我觉得台美贸易协定如果能够真的签了，我也不赞成送立法院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根本签不下来啊。他现在签的不叫台美贸易协定，叫什么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不是协定，里面跟自由贸易协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来骗我们老百姓了。也就是说，像有一个孩子回去跟爸妈讲，报告，爸妈，我拿你的钱去读书，虽然我没有办法考上大学，但我已经考上补习班了啊。用这种东西就骗老百姓了哈。那蔡英文穿军装那张照片，怎么看都不像军人哈。如果是军人穿起军装这个德性的话哈，那台湾的军队就不堪设想了。F-16，我个人判断，除了有所谓的表面上的技术理由、生产理由，应该也有政治理由。像最近这一次啊，王毅跟苏立文在奥地利见面的时候，那王毅据了解就拿出817公报一条一条念，你美方还要不要继续遵守？你美国要不要继续也限制对台湾的武器的出售？那卡到这里，他当然找理由把我们买的武器不断的往后拖嘛。所以技术理由就很奇怪。如果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连这个66架 F-16都要一直拖做不出来，那你相信它的品质吗？那我就不敢相信了哈。但是邱国正讲实话，一旦开打真的很惨啊。但是所谓的前方后方，我是觉得前方也有后方，不可能全部都是啊。有民进党在的地方一定前方，没有民进党在的地方就是后方啊。至于所谓中国大陆的骇客，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报道应该有个公平啊，就是说美国的骇客很厉害啊，窃听全世界，而且还可以把北溪的管线给炸掉，而且人家还找不到机状，所以这个光大陆骇客不足以讲大陆的厉害哦，美国的骇客其实也不差了哈。那有关于所谓的美国人吹牛哦，他说什么战略顾问啊哈，他有500架美国军机在台海战争也就要飞到台湾来，那
想这个500架应该不是加油机吧，应该都是战斗机吧。可是问题是，美国一艘航空母舰上最多就载个50架左右的战斗机啊，那你是不是要10架航空母舰来？这可能性蛮低的。或者说你在这个日本、韩国还藏有50架的战斗机，那我上去仔细算一算，他在日本也没有50架的战斗机啊，那他的战斗机是不是要从美国本土通通飞过来？那如果通通从美国本土飞过来的话，那那个苏联就搞不到过去了，所以这个就很难讲了哦。所以中国的媒体当然是有点半开玩笑，你军机在哪里？你军机怎么来啊？那你来了要准备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从哪里加油啊？那来的话还能不能回得去啊？这个是美国人要吹牛的时候也要仔细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总统候选人们对于设立特侦组的态度，像侯友已经表态要支持特侦组的重新设立，那就看看柯文哲跟赖清德愿不愿意跟进。好，我们来问一下玉芳委员。这 F-16V 的问题其实是真的是蛮奇怪的，因为去年的11月下旬的时候，在这个南卡的这个格林威尔这个厂已经展示了第1架这个飞机F-16V 的，这个应该是要交给巴林的，因为巴林一共订了16架。那当时既然敢亮相的话，表示这个飞机里面都是在漆那个喷漆的嘛，新的油漆嘛，所以里面的飞机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嘛，因为从里到外嘛，对不对？你外面既然敢喷漆，那里面的东西大家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嘛，怎么会有问题呢？当然现在有人讲说，好像交给巴林的飞机里面出现了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整合。电子仪器的部分的整合出了问题，这我们不晓得，这就有点怪。而且这个是去年11月的传出来的，这个跟巴林有关的这个 F-16V。那我们现在的说要延到大概2026年才能交机，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真要有问题了，可能不是2026的问题，可能还要向后延呢，对不对？那这个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一款的飞机。它的特色，主要它有那个 ASA 那个雷达，它那个雷达可以这个追踪得了所谓的隐形战机，所以对中共的隐形战机，那 F-16V 应该是可以抓得到才对。那现在如果说是他们有人讲说，是不是这个雷达的出现了问题？因为这个雷达从来没有过，是第一次开发出来了，就用在 F-16V 这个上面。如果这个是有问题了，那你买这个飞机就买的真的是很不值得。当然，它比我们现在 F-16AB 要好了，因为它的这个我们最先采购150架是 AB， 这个是 CD 嘛 ，Block 70就 Block 70嘛，那所以我不太了解，但是美国人就说你钱也把人家给收了，钱也拿走了，那你现在你要延迟交货的话，那你要不要付利息给我们？对，我们钱哪去啊？你货晚交给我们，该不要付利息？我告诉你，没有这回事。美国人1毛钱利息都不会给你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美国人答应交给你的飞机，交给你的武器系统，结果迟交给你，有的拖很久，但是有没有付过1毛钱利息给我们？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方面就武器只能说是个很特殊的商品特别是跟美国人买武器因为你是有求于他啦。所以呢，他要不要卖他，要不要卖你，你买得到就已经很高兴了。那自己迟交，大概你也无可奈何。那是 F-16V 的买的国家，大概还有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跟我前面讲的巴林。那我们听说还有其他国家也想要，那就要看这个飞机最后的情况，它的性能如何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很辛苦。刚刚讲的赖清德问题，其实。不用讲那么多，讲到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当时李全教当议长的时候，你说李全教涉及贿选，所以呢，你拒绝跟这样的一个议长，这个同时在一个会场上出现，所以你不愿意去参加，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不出现。那现在的民进党籍的台南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都有贿选的问题了，而且非常的清楚。坦白讲，那个当时李全教的那个还有他的相当程度的谋府性，那你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了，而且这案子大的非常的多。那我请问你，
你赖清德该不该叫黄伟哲不要进市议会去？你也没有啊，至少你表个态嘛。黄伟哲去不去是黄伟哲的事嘛。但是你赖清德该不该针对这件事情有所表态？答案是没有。那这就2套标准了。那这个问题就会一路缠着你到总统大选结束为止。好，来请教赖老师。赖清德认为这个吴乃元等他们是冤狱，所以他等于是直接的就怀疑台湾的司法的公正性，而怀疑台湾司法公正性的这个人要出来选总统。然后他又说，如果他们有不公、有违法不公的话，那他本身一定用他的政治生命来赌，他要退出政坛。那果然吴乃元是不公就是违法，而且被证据确凿，被法院判刑确定。但是他可以狡辩说，还有一个人没有被判刑。这样的人要出来选总统，要成为我们的领导人。玩弄这一些话术，你2个人里面只要有1个人是贪污腐败，然后你为他们2个人都背书，只要有1个人，那就符合要件了，你就应该要退出政坛。结果这个人非但没有退出政坛，还沿路一直在干到现在要来选总统。这个人他的政治诚信可靠吗？他的人格特质，政治人格特质到底是什么呢？他的人格特质是不是说了都不算数？他的人格特质是不是否定台湾的司法体系？那问题就在于蔡英文民进党每天要讲说要改革司法，结果越改越糟，越改革台湾的人民对于司法的信任度越来越差。现在每位候选人又开始讲台湾的这些治安的问题、诈骗的问题。我就想到当初在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台北市的这几位候选人都在讲我们瑞光路，都讲我们的这个内湖的堵车。哇，每个人都讲得口沫横飞，都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瑞光路的问题，解决我们的内湖的堵车的问题。到现在没有一个人上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每天还在堵，天天堵，我都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些政治人物在嘴巴里面那个泡沫一直喷，然后他能够解决什么，能够解决什么，我都觉得简直都是胡说八道，一个比一个都会吹，一个比一个会胡说八道。那吴欣岱那么讨厌中华民国的话，你就把身份证剪掉嘛，身份证上面写的就是中华民国，你就不要使用我们的中华民国护照。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每一张钞票上面都有写中华民国。对啊。那你这么讨厌中华民国，你就都把它毁掉，都不要用，而且你也不要出来选举，因为我们选举的时候，你要登记的时候，上面写的就是中华民国那个你的什么什么候选人。那我觉得你这么讨厌中华民国，你什么都不要用，那你还要出来选，那你这个人格有问题人格严重的撕裂，人格严重的分裂，这么讨厌中华民国，还要出来选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我觉得你的人格分裂到我们怎么选你呢？选他的人脑袋是不是也有问题啊？所以赖老师建议他移民算了，是吧？我觉得他应该彻底的移民，而且不要再有任何中华民国这4个字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眼中出现。